公元1978年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这个文章的人笔莫测，不知道作者是谁。这篇文章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批判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，讲了老百姓心里要讲的话，讲了老百姓想说和还没有说的话。他叫胡福明，是当年《光明日报》上那个神秘的特约评论员。公元1976年10月，四人帮被粉碎后，年轻的胡福明认为，中国面临着历史大转折的机遇，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，老早被人民已经抛弃了，至少是已经怀疑了。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已经不灵了。骗人呐！开始大家都已经开始觉醒了。1977年1月，就在周恩来逝世1周年之际，一位叫李东明的小伙子领着10几位年轻人，在北京的长安街上刷出大字标语，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复出，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。这大字标语在北京迅速传开。很快，李东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，关进监狱。1977年2月7日，经华国锋批准，在各大媒体上共同发表一篇社论，学好文件，抓住纲。社论指出，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这就是著名的2个凡是。按照2个凡是，什么冤假错案都平反不了。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根本不可能纠正。当时的中国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，已经千疮百孔，百废待兴。按照2个凡是办，中国很可能要亡国灭种啊！这个民族的呀，所以必须要批判2个凡是。虽然四人帮已经达到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未消除。胡福明苦苦思索，从何着手来批判这2个凡是。我采取了个方法，就是给2个凡是找一个替身，这个替身就是天才论，林彪的天才论。林彪宣扬的天才论、顶峰论，句句是真理。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，世界几百年，中国几千年出一个。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论都是正确的，全党同志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这是中国人的、中国知识分子的训条。文章写好后，胡福明将稿件寄给了《光明日报》理论版。总编辑杨希光认为，这篇文章应该在头版发表，但是还得继续修改。胡福明多次修改后，文章被发表，各大媒体也相继转载。中央的几位领导人都是这个调子，说这篇文章是反党的、反中央的、反毛泽东想的、反毛主席的，看起的弥天大罪。在一次面向军队的会议上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，毛泽东思想最根本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。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，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，这简直是莫名其妙。当时距离胡福明文章的发表仅仅有3周，邓小平的这番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有力的支持。